重生之后，我力挺50岁的准婆婆去孕育2胎。在那订婚的宴席之上，我悄咪咪地点了好几道鲜鱼，那鱼的味道一飘过来，50岁的准婆婆就开始不停地呕吐。我当机立断地终止了议亲之事，二话不说地拽着她就要去看医生。男友一家如同没头的苍蝇般仓皇逃窜而去，还妄图瞒着我，让我嫁过去给他伺候月子，把我当成免费的保姆，还要顺带照顾小叔子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瞧瞧你们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亲家呀，您瞧，孩子都到了适婚年龄了，咱今儿个就把这孩子的婚事给定下来吧。您要是有啥想法，尽管说啊。您放心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一直可稀罕闺女了。苏欣要是进了咱家门，我肯定当亲闺女疼。我瞬间有些恍惚，脑袋里嗡嗡直响。我妈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星星，你咋啦？哪不舒服吗？”我抬眼看到满脸紧张的妈妈，嘿，我重生了。仿佛就在上一秒，我还紧紧抱着女儿那冰冷的身体，痛彻心扉。恍惚间又被一辆疾驰的卡车给推了，那全身骨头都要断了的感觉还清晰在目呢。可一睁眼，却回到了这订婚宴上。说这是订婚宴吧，其实就是我那前男友，也就是我前世的老公江思明找了家饭店，说亲戚都不在这边，就不大操大办了，两家人吃顿饭，彼此也自在些。重生一世之前那些看不懂的事儿，看着那无比诚挚的表情，暖心甜蜜的话语，这才发觉都那么拙劣，不就是为了省钱吗？还找那么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这蠢笨的人啊，为了男友的面子，也替他们家的状况着想，还去说服我爸妈，让他们别在意那些形式。哪能想到我这么为他们一家着想，他们一家却在暗地里步步算计，最后把我害得凄惨而死。或许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吧。这一世，你们精心设下的圈套，只能自己往里面钻了。我晃了晃脑袋，理了理思绪，强压住情绪，扬起笑容说道：“没事了，妈，刚才走神了，想起还有件工作没做完呢，我晚上得加回办。哎，苏星，可别把自己累着了，等将来和思明结了婚，以后就让思明养家，你就只管吃吃喝。他在外打拼，你在家操持家务，一家子和和美美多好呀。”上辈子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还以为就是随口那么一提呢，哪能想到嫁过去没几天就催我辞职，说什么要安心备孕，早点生孩子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这是为了让我照顾怀孕的她，可真是谋划了好久啊。看你们现在得意洋洋的样子，今儿个我可得给你们找点乐子呢。我敷衍着他们，让他们随便聊，说自己要去趟卫生间。出了门，我直奔前台，一口气点了好几道鱼，什么清蒸鱼、红烧鱼、生鱼片的，还特意嘱咐服务员其他菜先别着急做，先把这几道鱼送到那个穿着红色旗袍胖胖的女人面前。交代完这些，我慢悠悠地往卫生间走去，心情那叫一个好，心里正畅想着一会儿要闹得鸡飞狗跳的场面呢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正好第一道鱼菜也做好了。工作人员看到穿着红色旗袍的准婆婆陆粉婉，直接就把菜摆在了她跟前。哦，陆粉婉止不住地呕吐起来。我妈连忙关切地问道：“思明他妈怎么了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”我那24孝的好男友江思明也赶紧关心地拍着他妈的后背，准公公也一个劲地端茶送水拿纸巾。没事没事，可能就是最近吃坏肚子了，肠胃有点不舒服。陆粉婉停止了呕吐，强颜欢笑地安抚我妈。她看到鱼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这是谁点的菜啊？咱们没点鱼啊，是不是送错了？”今天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先到的，点了菜，象征性地问我们吃什么。我爸妈看他们点了好几道菜，就说不用点了，够吃就行。他们就是算准了他们点够菜，我们就不会再点了，所以提前选了菜，一道鱼都没点。因为她怀孕后闻不了鱼味，这也是我上辈子嫁过去后才知道的。我赶紧接过话茬：“我刚才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顺便催了催菜，看到你们没点鱼，无鱼不成席嘛，所以就点了鱼菜啊。咋了，阿姨？您不能吃鱼吗？”我咋没听思明说过呢？陆粉婉摆摆手说：“没事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”大家开始动筷子吃菜，又有几道菜端了上来。服务员把清蒸鱼放到陆粉婉跟前，他又一阵干呕。江思明有点生气了：“星星，你不是点了红烧鱼吗？怎么又点了清蒸鱼？”“哦，我点菜的时候，店家说这是他们的招牌菜，说年年有余，寓意也好，我就点了。这不是希望咱们两家都越来越好吗？”江思明听着我这滴水不漏的话，忍了忍，还是嘟囔了两句：“他们就是为了挣钱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他们忽悠了？”我爸妈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我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到桌上：“怎么了？订婚宴没大办，连我亲戚都不请，我就多点了道菜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？这道菜58元，你们给不起啊？我出！”全桌人都傻眼了，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的脾气。我妈拉了拉我，示意我别这么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江思明意识到还没把婚事谈妥呢，立马变脸解释说：“不是那个意思，等等，装，继续装吧，我看你们能装到啥时候。”第3道生鱼片摆到陆粉婉面前的时候，她直接天昏地暗地吐了起来。我抢先一步说道：“阿姨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赶紧去医院。”我背上包，拉起陆粉婉，连拉带拽就要走。江思明和他爸跟我抢着，不让去医院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看到阿姨一顿饭吐了好几次吗？订婚什么时候都能订，身体最重要，现在就得去医院。苏星，阿姨没事，就是这2天肠胃不舒服，没事的，赶紧把订婚的事定了要紧。
好个老奸巨猾的婆家人，果然奸诈得很，势必要把我拖到他们家当免费的保姆月嫂啊！那可不行，肠胃炎犯了能要人命的。叔叔思明不心疼你们，我心疼啊！爸妈，过来帮忙，今天必须送阿姨去医院。陆粉婉着急了，说让江思明送就行，让我们先回家，等改天再说订婚的事。即将离开时，我特意拉着江思明让服务员结账。嘿，多给他们花1毛钱我都觉得不对。爸妈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不明白为何平日里乖巧温顺的女儿今日性情大变。我便将怀疑陆粉婉怀孕的事说了出来。爸妈不信，觉得都这把年纪了，即便怀上也不会生。但他们可不是正常人啊，甚至觉得老来生子是件很光荣的事，那意味着宝刀未老，子宫依旧年轻。我和江思明在同一个单位，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都从事计算机行业，共同话题也多，所以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在一起2年，他突然说要结婚。原本我还在想，前段时间不是说好不着急吗？怎么突然就又要结婚了？上辈子他花言巧语，说什么等不及了，怕我被别人抢走，说他爸妈喜欢我，想早点把我娶回家。我还满心欢喜，觉得自己被他全家重视，就没多想，直接就和他们订了婚，结了婚。可谁能想到，订婚的时候，他妈妈已经怀了1个多月了。为了不让我们知道，瞒得严严实实的。为了在出席婚礼时不太显怀，匆匆忙忙的把日子定在了3个月后。等我进了门，才得知她妈妈怀孕的事，心里生气，想让婆婆去引产，跟他们讲了大龄孕妇的种种危险，还有生孩子后的各种开支，如奶粉、尿不湿等，以及育儿教育问题，想让他们知难而退。结果婆婆开始嚎啕大哭，一再表示她身体很健康，没什么问题，并且公公还年轻，能挣钱，还说将来我怀孕了，2个孩子一起长大，关系也会很好。我就说哪有婆婆媳妇差不多同时生孩子的，出去不得让人笑话。我婆婆还训斥我思想落后，只要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，别人怎么说管不着，还得意洋洋地说，我看他们就是嫉妒，自己想生却生不出来。我去找江思明，希望他能劝劝他爸妈。结果江思明推3阻4，油滑得很，只会用甜言蜜语哄我。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忍了下来，没离婚。本想着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就好，哪知没过多久，公婆就从乡下搬了过来，说在老家待产不方便，还是城里好。再后来，我孕吐反应特别严重，婆婆和老公一个劲的劝我辞职，让我安心待产，等生完孩子再去工作。因为当时来了个新领导，不同意公司里有情侣，就算是夫妻也得有一个离职，公司平台挺好的。为了保住江思明的工作，我主动辞职了。辞职后在家，婆婆给我做了半个月饭，今天说闻不了油烟，明天说弯不下腰，反正各种理由都推给了我。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没有一点脾气。我体谅婆婆年龄大怀孕辛苦，每天精心照顾她的1日3餐。后来出去游玩，车上颠簸了很久，又不小心被老公碰到摔倒，孩子没了，本想再出去上班，结果全家都跪在地上求我，因为婆婆要生了，要我伺候月子。我提议请个月嫂，婆婆怎么都不同意，说自己人用着放心，还说我只要帮忙做饭就行，她有经验。江思明也劝我，说我年龄不小了，养养身体准备备孕，就别出去工作来回折腾了。我心软又同意了，哪知这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。婆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，公公一句不会带孩子，找了份住宿的工作，很少回来。江思明还要上班，经常加班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伺候婆婆坐月子，1天3餐，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小叔子。爸妈心疼我，可孩子都生了，总不能扔掉，只能出钱给婆婆请了个保姆。可婆婆却无缘无故的找茬，说保姆照顾的不好，先后辞退了好几个。大半年后我怀孕了，倒是请了保姆干了一段时间。生完女儿过完月子后，保姆又被辞退了。本想让婆婆带小叔子回乡下，可婆婆就是不走，说要在这里上幼儿园，农村人越来越少，已经没有幼儿园和小学了。她年纪又大，没法送孩子去10里地外的镇上。每次发生矛盾后，婆婆总是哭哭啼啼一番，打感情牌，诉说自己的不容易。江思明在抱着我说体谅我的辛苦，给我画一个又一个大饼，说一堆又一堆好话。婆婆还把2岁多的小叔子抱过来，让小叔子跟我求情。看着无辜的孩子，我又忍了下来。婆婆不是腰疼就是心口疼，每天唉声叹气的，总是把孩子推给我，说我一个人带2个和带1个一样。就这样，我一手拉扯着2个孩子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心力交瘁，身上总是脏兮兮的。江思明还皱着眉头怪我不收拾自己，而小叔子比女儿大，长得肥胖高大，蛮横霸道，经常欺负我女儿。我一教育，婆婆就和我打架。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家，我一次次地忍让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女儿10岁的时候，小叔子带女儿出去玩水，还把女儿的游泳圈划破了，女儿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我抱着冰凉的身体，浑浑噩噩的，变得时而清醒，时而疯狂。有一次女儿生日，我想给女儿买她生前爱吃的蛋糕，却撞见江思明抱着一个女人卿卿我我。这才知道，江思明早就和他的初恋好上了，还在给别人养女儿。自己的女儿没了，他一点都不伤心。我冲上去打他，在推搡中，我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碾飞了。我心中的恨意如潮水般汹涌，
或许是上天都觉得我上一辈子活得太憋屈了，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既然重新回来了，那些欺负我的人，你们都别想轻易逃脱。我决意要和他分手。爸妈听闻后，那震惊的模样，比得知怀疑陆焚玩有孕时还要厉害。星星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今儿在饭桌上就不对劲，有啥事别憋心里啊？我爸妈是小学老师，一生善良，不愿我因无端猜测就分手。我不敢跟他们讲重生的事，怕他们不信，也怕他们心疼，只能夸大其词的说些事，提前给他们打个预防针。说的爸妈半信半疑。爸妈，你们再等等呗，如果他们还是一个劲催结婚，肯定有问题。江思明以前说过，他们老家那一直有个多子多福的观念，要是真怀上二胎了，肯定舍不得打掉，又怕咱们知道婚事黄了，所以才一直催。可要是生了孩子，我公婆那么大年纪，将来带孩子、教育孩子，不都得落在我们身上吗？爸妈，我可不想给别人带孩子。我妈想的更多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我给爸妈使个眼色，接通电话并开启了免提。江思明的声音传来：星星，睡了没？我清了清嗓子，没呢。今儿加了会儿班，你懂的，我们头儿可严厉了。对了，阿姨咋样了？啥病呀？哦，妈没事，这几天肠胃不太好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星星，下周末你带叔叔阿姨来我家吧，我爸妈说聊聊咱结婚的事。瞧，急着要我嫁过去呢。是这样哈，思明，今儿回来我父母还埋怨我呢，说咱年纪也不大，不着急结婚，所以我爸妈说了，今儿就当两家人见个面，结婚的事等过几年再说。那不行！江思明一声吼，嗓子都变调了。爸妈隐晦地对视了一眼。咋啦，思明？你上个月不是还说这2年得专注工作吗？我今儿回来也想了想，我们部门领导超厉害的，机会难得，我想磨练磨练自己，所以这2年呢，不着急结婚。不是，星星，你不是都同意结婚了吗？再说我妈都等不及了，你这一反悔，我多没面子呀！而且结婚又不耽误你工作吗？我再想想吧，你快去照顾阿姨吧，咱明天见。挂了电话，我妈朝我点点头。我觉得你的猜测8、9不离十，见过着急的，可没见过这么着急的，是个火坑啊，闺女，你可不能跳进去。我爸紧张地叮嘱我，前世我没留意那么多，一头扎进火坑，后来想抽身，又心软又顾念女儿，害得父母操碎了心，早早离世。这辈子我一定要让爸妈安安稳稳地过晚年。第2天一上班，我就去找部门经理。部门经理赵姐那可是女强人，技术超棒，管理能力也强，独自一人带着儿子生活。上辈子我辞职的时候，她就恨铁不成钢地劝我，女人一旦离开职场，再回来可就难了，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呀。你今儿为了保全江思明，明儿说不定就会被他一脚踢倒。当时我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会，很快就能回到职场，江思明也不会负我。可上辈子我到死都没能重回职场，而江思明暗地里一直和他的初恋联系着。初恋老公出车祸去世后，他一直照顾着，后来竟然照顾到床上去。瞧，多讽刺啊！可别赌真心，更别赌未来。赵姐一边翻看工作计划，一边不停地数落我。听说上周末你订婚了，我就说你这么年轻，为啥非得早早订婚？晚几年不行吗？哎，你咋了？是啊，我今年才23岁呢。看着忙碌的赵姐，我的眼眶忍不住红了。赵经理，上周末我是准备订婚来着，可没订成，我也觉得不着急结婚。赵姐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起身把会议室的门锁上，把百叶窗都拉下来了，这才跟我说：“说吧，找我有啥事？”赵姐，我申请参加外派项目，江思明能同意？我刚还看到他朝你工位去了，别我这边同意了，你再反悔。苏星，我跟你说，我虽然照顾你，但你可不能影响我的工作进度。赵姐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也是被婚姻伤透了心的人。我把怀疑江思明妈妈怀孕，骗我嫁进去的事说了一遍，提出要和江思明分手，所以这段时间想离他远点，希望赵姐能以公司名义给我这次外派出差的机会。赵姐当然同意了。我走出会议室，很快部门开会。赵姐在会上宣布了外派出差的人员名单，时间紧迫，今晚的飞机。这次项目重大，任何人都不能以私事请假。最后这一句挺吓人的，但我知道这是赵姐在帮我。中午在食堂吃饭，江思明气冲冲地找过来：“苏星，你为啥不经过我同意就答应出差？食堂的环境不算吵闹，大家都抬头瞧热闹。苏星，你现在就去找你们经理，你不能出差。瞧，大男子主义就会对女朋友使这招，面对父母时乖巧的像条狗。”我装作无奈地说：“这是工作，是公司的事，是领导决定的，咋还得经过你同意啊？”江思明愣了愣，因为以往的我都是温柔的、温和的，哪怕生气也不会大声争吵，从来不会这样尖锐的对峙。他皱了皱眉，调整了下情绪，坐到我面前：“星星，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这周我爸妈还等着说结婚的事呢。”“哦，你说订婚啊？订婚连个形式都没有，那就别订了呗，等该结婚的时候直接结婚就行，省得麻烦，也给你们家省钱。不订婚直接结婚，你爸妈能同意吗？订婚就是个形式，感情好直接结婚就行。那咱定个时间早点结婚吧。”江思明喜滋地说：“现在工作紧张，有项目呢，可以等项目结束了再说。再说，我爸妈还想让我再留2年，咱们一个公司经常见面，结婚早晚不影响。”
所以，我决定晚2年再结婚。怎么会没影响？不行，就得早点结婚。就这几个月。瞧见那怒发冲冠的江思明，我在心底把自己骂了几十回。苏星啊，苏星，你可真是瞎了眼！这般沉不住气的人，破绽如此之多，当初你怎就不多加思量了？我不慌不忙地品尝着眼前的饭菜，江思明在那等着我服软呢。然而，我喝完最后一口汤，压根就没搭理他。他还想跟我掰扯，我强忍着心中的厌恶。江思明，我都说了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我必须服从。你爸妈希望你早点结婚，你就听他们的话呗。可我父母舍不得我，想让我晚几年结婚。咱们都是为人子女的，我当然得听他们的话。星星，父母舍不得女儿，可我们结婚后还在一个城市呢，我陪你经常回去看我爸妈不好吗？再者说，即使父母舍不得女儿嫁人，可哪个父母不盼着自己女儿早日成婚呢？你可别曲解他们的意思啊！你瞧，他多会说话，情理兼顾，还打起了感情牌，描绘着未来的美好。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子被骗，也真是不冤呢。是啊，我们在一个城市，还在一个公司，每天都能见面，晚点结婚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。我用他的话反过来堵他，而且我父母确实是真心想让我多留2年，这个差事我是去定了。要是你们家非得今年结婚，那不好意思，咱们分手吧，我可不想耽误你。江思明又要跟我急，听到我要分手，又是道歉又是请求，我烦透了。直到赵姐喊我去办公室，我才得以脱身。赵姐让我现在就收拾好资料，一会儿回家收拾行李，直接去机场会合。就这样，我回了家。一到家就发现我妈正在接江思明的电话，这家伙可真有心计啊，在我这儿行不通，就开始打我爸妈的主意。我妈也认同了我的猜测，反问江思明：思明啊，你妈怎么样了？人民医院有我的老同学，我下午带她去检查检查吧。我跟你讲，可别不当回事，把你妈的电话给我，我现在就安排。那边匆匆说了些什么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瞧，她心虚了吧？我妈骂骂咧咧的，她当了一辈子老师，都没说过脏话呢。我简单跟他们说了我申请出差躲避江思明的事。我爸妈也觉得出差挺好，这个项目短则3、4个月，长则半年，到时候他妈妈生也生了，看他们到时还怎么说。我担心江思明他们骚扰我爸妈，果断给爸妈买了机票，把他们送到了昆明。我订了个民宿，一订就是3个月的，让他们在当地好好生活。我妈前脚刚安顿好，就接到了江思明的电话。原来他们一家子对我不听劝出差的事特别生气，第2天一家子就找上门来，结果家里没有人，把他们气得够呛。我接听我妈视频的时候，江思明也打来了电话。我示意我妈别管他们，接起电话后还没等我说话，那边就传来江思明气势汹汹的声音：苏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故意的吧？还让你爸妈也出去旅游，故意躲着我们一家吧？是啊，我们已经明确告诉你们不着急结婚，你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我们呢？这婚事不就是双方都同意吗？怎么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吗？你别不知好歹，跟你着急结婚还不是看得起你？那些拖着不结婚的，有哪个是真心想娶进门的？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必须回来。我不紧不慢地收拾着行李，领导不同意。江思明想都没想就说：那你就辞职，你辞职了谁都不能要求你。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说你这人有病就去治，我辞职凭什么？江思明的妈妈忍不住了，气得跳了起来。苏星，你发什么疯？之前看你挺温柔的一个姑娘，怎么现在变得跟泼妇一样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立马辞职，买机票回来，让你爸妈也早点回来，赶紧把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。我看3个月后的国庆节就挺好，赶紧把婚事办了。我笑眯眯地问：要是我不回去呢？什么不回来？不回来我就叫我儿子跟你分手。我看你跟我儿子2年了，谁还会娶你这个破鞋？我看你爸妈还有什么脸？哟，开始威胁我了，是吗？那好，我们分手吧。江思明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的。江思明一家有多无耻没下限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他们眼馋我独生女的身份，又知道我性格温和容易拿捏，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放手的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让他们把孩子打掉。他们的2胎，我已经准备好当吃瓜群众了，怎么能让他们打掉呢？没多久，江思明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星星，你出差也行，我不逼你回来了。这不是我和我妈担心你太累吗？我掐了自己一把大腿，装出一副哭泣的样子。思明，这2年的感情你都忘了，还跟你们一样说我不回去就分手。你不知道我领导很严格吗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着想。好了，星星，我都知道了，你好好工作，项目一结束就回家。我强忍着心中的厌恶，和他聊了一会儿。我得让他们放松警惕啊，万一他们为了我这个城市独生女的身份把胎儿打掉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我登录了江思明所有的购物软件和社交软件，他的密码很好猜，可我这人向来对他很放心，从未查过，所以他对我毫无防备。可谁能想到，上辈子到死我才知道，他一直和他的初恋联系着，即使在和我谈恋爱期间也没断过。那个初恋是个十足的绿茶，看不上一穷二白的江思明，转头嫁给了一个有钱的2婚男，却还暗地里和江思明保持联系。登录进去我才发现，江思明给那个女人林昭昭买了多少东西，什么5000一瓶的贵妇霜，1万多的新款水果手机，甚至还给林昭昭出生的女儿买了黄金长命锁。宋初恋可真大方啊！
而送给我的礼物屈指可数。求我做他女朋友时送我的一束花，还有一个银圈戒指，另外就是买了情侣鞋，送了我一双。就这些了。他声称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，不懂浪漫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然而如今才发觉，并非不懂浪漫，而是因人而异。我将所有相关证据都截图保存下来，包括两人的交流互动以及那些暗戳戳表达心意的内容。江思明见我从不查看他的手机，就连聊天记录都未删除。那些上班时两人亲昵的话语以及对应的时间，我都一一做了保存。只要你对我不利，看我不狠狠地教训你。做好这一切后，我又清除了痕迹，然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3个月后，项目圆满结束，那是个周六。我未告知江思明，径直来到他家。我敲了敲门，挺着大肚子的陆粉挽开了门。他看到我后，先是一脸茫然，随后慌乱的想要遮住肚子。阿姨，您最近是不是胖了呀？肚子怎么这么大呢？陆粉婉只能尴尬的笑着，急忙呼喊江思明出来。江思明上来就责备我，回家之前也不打个电话。哎呀，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阿姨，您这样好像是怀孕了呢，几个月了？陆粉婉还想转移话题，都被我拉了回来。最后他如实告知，说快5个月了。我又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大腿。阿姨，您早就怀孕了，怎么一直不告诉我呢？是不是觉得我是外人啊？陆粉婉愣住了，江思明也懵了。素心，你介意阿姨生2胎吗？阿姨，您生2胎是您的事情，我们做小辈的不能替你们做决定啊。况且那可是一条生命啊，即使不想要也不能打掉啊。我抢先说出了这些话，陆粉婉一个劲地夸我懂事。素心，你看你和思明也不小了，你们赶紧把婚结了吧。陆粉婉还盼着我伺候她月子，帮她带孩子呢。我爸妈还在外面玩呢，我去催催他们回来，等他们回来了，咱们商量下结婚的时间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素心啊，阿姨也快生了，我想着能在我生前你嫁进来，你们尽快生孩子，我一个人带也是带，2个也是带，到时候叔侄感情也好。说的话和上辈子如出一辙，既算计我的家产，又想算计我的时间精力，把我压榨得死死的。我装作害羞的模样，表示同意，还指明要等我爸妈回来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可短时间内我爸妈是回不来的。前几天我又给他们买好了去四川的机票，订了3个月的民宿。就这样，我爸妈的信号不好，一直接不到江思明催促他们回来的电话，完全是阳奉阴违的那一套。公司新来了一位领导，特别有能力，只是有一条规定，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即使是已婚的也不行。总之要么分手，要么其中一方离职。江思明坐不住了，他求我离职，正好回家结婚备孕。为什么要我辞职？你自己也可以辞职啊，而且我能力比你强，工资比你高，前途也更好些，要走也应该是你走啊。江思明虽然比我早入职1年，但能力平平，没做出什么特别大的成绩。不过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，我从未说过他不如我的话。今天听到我如此直白的话，他恼羞成怒。苏星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？女人再强又有什么用？你看看你领导，能力那么强，不还是被老公甩了？你今天就提交辞职信，回家等着结婚生子吧。再说了，让你在家安心享受多好啊，不用每天辛苦工作，不用出差，不用勾心斗角，在家安心做全职太太，有老公养，这是多少女人求之不得的呢？他先给我一巴掌，再给个甜枣，总是用这套路拿捏我。江思明，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别扯我领导。而且赵姐能力强，人品也好，她离婚不是被老公甩，是她老公没那个福气甩了她老公。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，嘲讽地说，我苏星可不喜欢做全职太太，既然你觉得这是福气，结婚后你在家带孩子，我来养家。而且我工资比你高，我能力强，我觉得我更适合在外打拼。江思明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，气急败坏，他紧紧攥着手，忍耐了很久才没动手打我。怒气冲冲地说，苏星，你不辞职也得辞职，你最好让你父母最近回来，如果最近你不和我结婚，以后就别想了，我看你还能嫁给谁？到现在他还觉得除了他我就嫁不出去了。哎，如果不是为了他妈肚子里的弟弟能顺利生产，我早就不想再和他们一家周旋了。江思明，再说一遍，你没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我苏星不会辞职，永远都不会。既然公司有规定不能有办公室恋情，那我们分手吧。苏星，你想分手保住工作，别做梦了。就算分手了，我也不会让你留在这儿的，走着瞧。我动动脚趾头都能猜到他要毁了我的工作。回家后，我又登录他的账号，把他上班时和初恋暧昧的聊天截图，还有他上班摸鱼登录社交网站的所有互动留言以及时间都截了下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你发起进攻了。果然，第2天一上班，我就被人事经理叫到了办公室。人事经理简单明了的要求我签署离职书，我不同意，问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开除我。总裁说了，要杜绝办公室恋情。你男朋友已经说你同意离开。首先，昨日我们已分手，其次，我未曾同意离开。我认为若要离开，他离开更为恰当。接着，我将他上班摸鱼时的一些聊天截图呈递给了人事经理。果不其然，江思明被裁了。那日下班，江思明抱着自己的物品站在公司楼下拦住了我。苏星，你这个女人为何如此恶毒？我的工作丢了，是不是你在暗中捣鬼？你为何不离职？
一个女人在职场能打拼几年，结了婚生了孩子，不还是得在家围着灶台转？你为何就不能主动辞职呢？到了如今，她仍一味地要求我做出牺牲。她始终认为女人就理应带孩子，围着灶台转。然而，谁说女人就不能拥有自己的事业？谁说女人就比男人差？我劝你还是赶紧去找工作吧。你母亲快要生产了吧？你还得还房贷，还得养家养你弟弟。我放声大笑，心中积压已久的郁闷瞬间消散。分手，我不同意。江思明失去了工作，便想抓住这最后的希望。行了，江思明，别再装了。与我谈恋爱的同时，却与有妇之夫暧昧不清，又是送礼物，又是送黄金的。哼，连别人的女儿，你都能送价值1万多的东西，而我这个正牌女友，你送的礼物加起来还不到2000呢。你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的脸皮可真比城墙还厚啊！江思明彻底哑口无言。行了，别再恶心人了。想算计我，想让我成为你们家的免费保姆，你就直说好了，我还会敬重你坦坦荡荡的。一边打着真爱的幌子，一边算计他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厚颜无耻。话已至此，别在我面前蹦跶了，以后我们互不打扰，否则小心我将你们的事情捅到你那初恋的丈夫面前，想想都觉得刺激。这次江思明彻底死心了。我转身要走。对了，其实你母亲生孩子，我真的不反对，相反，我全力支持。毕竟你们全家如此期待这个孩子，若不亲自抚养，这其中的滋味，你们若不亲自体验一番，又怎能行呢？我没期望他能理解，不过很快他就能体会到了。1周后，父母回来了，我刚到小区，便看到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。远远的听到江思明母亲陆粉婉的哭喊声：“亲家啊，孩子谈了2-3年的感情，你们可不能棒打鸳鸯啊，就让苏欣嫁到我们家吧。你女儿跟了我儿子2年，将来还有谁会娶她呢？”我的父母不会吵架，满脸通红的一个劲地说不用他管。旁边有看热闹的邻居，也有关心我父母的。陆粉婉在村里向来霸道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看到人多了便开始又哭又闹。我知道你们家就是嫌弃我怀孕了，可是我的身体，医生说怀上了就不能打掉，而且我家老头子有工资，家里还有地，我也不需要苏欣给我带孩子啊，为何要如此棒打鸳鸯呢？我那可怜的儿子因为苏欣而分手，都快抑郁成病了，每天茶饭不思，瘦了好几十斤。要是有个好歹，将来我可怎么办？我不想活了。我拨开人群，冷冷地看着陆粉婉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我们当初说不着急结婚，你却一怀孕就催着我们赶紧结婚，还瞒着我们怀孕的消息。后来我突然回来，才发现你怀孕了。我父母刚回来，全程都不知道你怀孕的事情。再者说，我当初说的是同意你们把孩子生下来，怎么到了我们家门口就开始胡言乱语了？我继续据理力争，你家有地，据我所知，家里也就3亩地，还租给别人种了。你家老头子看大门，1个月才250元，你们没有社保医保，你指望这250元养活一个孩子，在城里没房没车，你自己也清楚你们家的条件，故意瞒着我们全家吧？这不是把人当傻子吗？邻居们听到这些反转的话，表情变得十分精彩。刚才还为他求情，原来被他利用了，纷纷指责陆粉婉。陆粉婉继续狡辩：“呸，不要脸的贱女人，恶毒得很，把我儿子的工作都搞没了。你不给我儿子找个工作，再嫁到我们家，我就天天来闹事。我儿子工作丢了，可不是我的原因，我又不是领导，还能决定人事任免。你有这闲工夫在这儿闹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什么意外。这里摄像头多着呢，我可不怕你诬陷我。”陆粉婉继续发火：“还不是你们公司规定不能办公室谈恋爱，我儿子为了保住你的工作，才选择离开的。你却在他失去工作后就和他分手了。我没想到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瞧，他颠倒黑白的本事可真一流。首先是我们先分手的，然后你儿子才被辞退的。再说，你儿子被辞退是因为他在上班时间与其他女人暧昧不清，可不是为了保住我的工作。”陆粉婉发出一声尖叫，说我给他儿子泼脏水，要找我拼命。执法人员来了，陆粉婉被带走了，我也跟着做了笔录。陆粉婉被教育了一番，被家人接走了。临走时，我不忘叮嘱陆粉婉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这辈子我是不会嫁到你家的。你要是再嚣张，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陆粉婉咬牙切齿，我则放声大笑，转身离去。过了一段日子，掐指一算，陆粉婉应该已经生产了。江思明的邻居，也就是对门的孙姐，在微信上跟我讲：“苏星，还好你没嫁进来啊，家里整天吵吵闹闹的。”江思明的爸在家伺候月子，没几天就走了，天天都能听到他们打电话吵架，不回家还说带不好孩子呢。孩子也闹腾得很，半天就得哭上好几回。咱们小区楼的隔音效果不好，楼下邻居都找了好几次了，说影响他们孩子休息，两家都已经吵了3回架了。那天在电梯里碰到江思明他妈，他还跟我说你的坏话呢，不过我可没给他好脸色，直接怼回去了。他还跟我说起江思明找了新工作，却经常请假，要么就迟到。有一天上班，他居然穿着一身沾着屎的衣服，自己都没发现。这就是在家帮忙带娃的结果呀。上一辈子，这些洗衣做饭、带娃喂奶的活儿，全让我一个人给包了。他们全家那叫一个和和美美。陆粉婉也就是在孩子大一点的时候陪孩子玩玩、睡觉，孩子小的时候，这些事全扔给我了。
现在没了我这个免费保姆，他们一个个互相推卸责任。江思明的爹都不回家了，真是太滑稽了。他们家全靠江思明一个人的收入撑着，陆粉碗的奶水不够，天天得喝奶粉，各种开销蹭蹭的往上涨。江思明还对初恋念念不忘，这钱怕是快不够花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们呢，他们就又跑到我面前来了。我正上着班呢，前台通知我有人找我，出门一看，陆粉碗在那儿闹呢。苏星，把我儿子的钱还回来，你不还的话，我就去找你领导。我心里明镜似的，这老太婆估计是没钱了，想着他儿子跟我谈过恋爱，给我花过钱，所以就来找我了。哼，他要是知道我给他儿子花的钱比这多多了，估计得后悔死。行啊，那把你儿子叫过来，当面说清楚，我花的钱全部退给你们。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，江思明很快就赶来了。听了他妈的来意后，江思明一个劲儿的推他妈走。可老太太觉得儿子脸皮薄，撂下狠话，说不退钱就死活不走。没办法，我们把这2年的开销都理了一遍：一束玫瑰花138元，一个银圈戒指399元，一双鞋599元，看2场电影80元。吃饭大部分是在小饭馆，加起来除以2，最后是1200元，总共2616元。听到谈恋爱2年，给女朋友就花了2616元，周围人的眼光都变了。陆粉碗不相信，还让江思明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。江思明的脸色涨得通红，一个劲儿的催促他赶紧走。我掏出手机扫码，付了2616元。陆粉碗骂骂咧咧的要走。等等，既然你们提出要算开销，你给我花的钱我退了，现在也该算算我花在你身上的钱了。陆粉碗一脸不信，你给我儿子花钱，现在谈恋爱不都是男的掏钱吗？你别想讹钱，信不信由你，你儿子认就行。在周围人的指指点点下，江思明也不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我快速的列出了账单，买衣服、手表、电脑、手机、鞋、吃饭，还有出去玩的景区门票，算下来有38800元。当然还有很多吃饭的钱我没算进去，毕竟哪个谈恋爱的人能把2年前来请对方吃饭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呢？除了江思明。当看到将近4万元的金额时，江思明的脸色红得像猪肝一样。陆粉碗骂骂咧咧的说我做假账讹钱，我被气笑了。江思明，你给钱还是我报警？什么？你又要报警？你怎么这样？我看以后谁还敢娶你？报警就是专门抓坏人的呀！你应该感谢我，很多平常吃的饭我都记不清了，我记得的都是大餐，不然的话还得再加几千呢。我笑眯眯的亮出了收款码。江思明硬着头皮给我转了钱，他们这次要钱没要成，又赔了将近4万。江思明母子心情好不好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。谁能想到分手还能把花出去的钱追回来呢？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，而且我们2个人的花费金额差距太大了。江思明抠门吃软饭的名声在公司都传开了，这下子在公司找女朋友是没指望了。你儿子呢？他又不是没给别的女人花过钱，你可以问问你那宝贝儿子，给别的女人花钱那叫一个大方。什么贵妇霜、手机、金项链、金镯子的，你可以好好问问哦，说不定还能要回来呢。我好心提醒他，以陆粉碗抠门的性子，回去肯定又得上演一场好戏。谈女友还劈腿别人，江思明这下算是更出名了。据小道消息说，陆粉碗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林昭昭的住址，跑到林昭昭家去骂他，各种难听的话都往外吐。林昭昭在小区里也出了名，还有好事者把视频传到了网上，林昭昭和江思明都成了小有名气的人。江思明的领导找他谈话，希望他能约束好家属，不要做影响公司形象的事，也不要再出现迟到、频繁请假的情况。要是再有类似的事情，公司就要辞退他了。彼时家中诞生了一个新生命，还有一位年逾50、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母亲，以及一位不作为的父亲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江思明怎能安然无恙呢？曾有一回，因弟弟生病，陆粉碗不知该如何挂号求医，而江思明迟到后便被公司辞退了。此事过后，江思明与陆粉碗夫妻俩大吵了一架。江思明又寻了一家公司，这家是小公司，薪资微薄，仅有1万左右，扣除社保以及婴儿的各项开支后，最终连贷款都无力偿还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卖掉了房子。那房子当初只付了首付，卖掉后到手的钱大半都被江思明的母亲拿走了。他声称弟弟年幼，需留着将来用。江思明坚称这是自己用血汗钱买的。然而陆粉碗却极为能言善辩，称自己年纪大了，得为年幼的着想，将来他们若无力抚养，江思明就得抚养弟弟等等。两方再次大吵起来，最后江思明强行将他们一家3口送回了老家，但作为条件，江思明每月得给陆粉碗打5000块钱用于养老。江思明到手的工资除去租房费用，每月给陆粉碗5000后，所剩无几，仅有2000多。听闻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估计连去舔初恋都没了资本。没有这些烦人的家伙后，苏欣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新起来。她每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，在赵姐的悉心教导下，各项能力迅速提升，很快便获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同时，她在工作之余还接了一些单子，开发了一些小程序，并且投资了一些后来大获成功的科技公司，赚了不少钱。这些年积攒了不少财富，考虑到父母如今居住的小区有些老旧，便将其卖掉，
然后在新开发的楼盘购置了一栋别墅。一日下班，苏欣的母亲让他到楼下买袋盐。他刚走到小区门口，便看到江思明毕恭毕敬地送一个人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竟是他家前面的邻居李哥。李哥向他打招呼，苏欣下班了。他敷衍地打了个招呼，便朝不远处的超市走去。等他回来时，发现李哥已经离开了，而江思明仍倔强地站在秋风中。他本不想搭理，准备悄悄进去，可江思明眼尖看见了他。星星，等等，你和李哥认识？他翻了个白眼，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别挡道。江思明满脸疑惑，你和李哥到底什么关系？看着他一脸纠结的样子，仿佛被戴了绿帽子一般。他不禁对江思明那肮脏的想象力感到佩服，关你屁事！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我跟你说，星星，你可不能做那种人啊！李哥可是有背景的，听说他老婆很厉害呢。哼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热衷于结婚。江思明脸色变得铁青，一句话卡在喉咙里，说不出来。正要离开，又被拦住了。星星，我现在后悔了。高龄产子果然带来了一大堆麻烦事。江思明像是在发泄，将这些日子的苦闷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我爸嫌孩子吵，勉强伺候完月子，就跑去工地宿舍了，好几个月都不回来。我妈带孩子，不是夜里睡不好，就是忘记东西放在哪儿了，我还得帮忙。白天我已经累了一整天，晚上半夜还得爬起来冲奶粉。上班前要把弟弟的衣服洗一遍，晾好，不然白天就没换的了。听他诉苦，他心中暗喜，便多听了几句，顺便假意同情道：“真可怜，哎，真辛苦，累着你了。你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”江思明似乎得到了些许安抚，说得更起劲了。最让人生气的是，有一次我在开会，大领导来了，我妈打来电话，我一次次地挂断，她却一次次地打来，最后大领导都注意到了，让我接，哪知刚接通，我刚走出会议室，那边就大声喊我回家，说我爸外面有人了，让我去处理。还有这档子事呢，哈哈，看来老两口因为小儿子的缘故，长期分居，感情也出现了裂痕。你爸也太不像话了，他生的儿子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带呢？他同情地叹了口气，可不是嘛，他不仅不帮忙，连钱都不往家里拿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每天累得昏昏沉沉，身上都是屎尿味，自己都觉得恶心。哎呀，你上班这么辛苦，应该请个保姆的，这样大家都能轻松些。他感同身受地说道。江思明张了张嘴，却没说出话来。哦，原来是没钱啊！瞧，没有我的补贴，你们的日子过得多么窘迫。上辈子虽然他没上班，但父母有退休金，还有一套房子和一间商铺在出租，父母担心我没钱，将租金都给了我，每个月有9000块，都贴补家里了。这辈子没有我的补贴，没有我这个免费的劳动力，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境地。我听完他们的伤心事，心中暗喜。好了，你别难过了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吗？他们给你生个伴儿，将来有事还能商量，多好啊！不像我，独生女，想找个人商量都没有。我将曾经江思明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江思明听出了我话中的讽刺，心中有些不悦，怎么突然又讽刺起他来了？呵，不讽刺他几句，他这心里岂不是白高兴一场？好了，我爸妈等着盐做菜呢，我就不陪你闲扯了。你父母，你们住在这里，这可是别墅区啊，你们为什么要租房？不是有房子吗？原来那所房子的绿化情况着实不太理想，我瞅见这个楼盘挺不错的。再者说，我爸妈压根就没住过别墅，这不就购置了一栋。你刚刚送来的那位李哥是我前面的邻居，他和他媳妇曾是我爸妈的学生，时常过来串门。我轻轻挥了挥手，准备离去。星星，你瞧瞧，你现在还是单身一人，我也是，我父母都已经回老家了，咱们复合吧，再也不会有其他人介入我们的感情了，我也不会再逼你辞职了，成不？江思明拦住我，低声下气地说道。哼，你这是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看看你自己，连自己都养活不了，我有房有车，还有别墅，工作也不错，你觉得我是眼睛不好使吗？江思明的脸色变得铁青。再者说，在你对别的女人关怀备至，给别的女人花钱的时候，你就永远别想有机会了。江思明呆呆地站了许久，等我拐弯之后，他依旧一动不动，估计他正在消化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吧。后来听闻，江思明的弟弟极为蛮横跋扈，在村里老是惹是生非，后来和陆粉婉去了山上，只因陆粉婉没多买几串糖葫芦，就将陆粉婉推了下去，导致陆粉婉的腰椎摔折，想要重新站起来都有些困难。毕竟陆粉婉可是个大胖子，还有3高呢，要是再护理不好，那可就有得罪受了。后来从与江思明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，江思明最后没办法，把陆粉婉和弟弟接了过来，他父亲直接和陆粉婉离了婚，和一个姘头跑掉了，连抚养费都没给。江思明除了要上班，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，每天接送上幼儿园的弟弟。由于护理不到位，杨翠芬身上长满了褥疮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就去世了。江思明嫌弟弟老是惹事，管教也管不住，最后把弟弟送人了。再次见到江思明的时候，是在大街上，他正和初恋林昭昭拉扯着，说什么你老公死了，咱俩是夫妻，我爱你这么多年，
你不能离开我之类的话。而这辈子林昭昭的老公压根就没去世，他媳妇居然在婚内和这个疯子关系暧昧不清，一气之下离了婚。后来听说江思明和林昭昭纠缠不清，在之后就没了他们的消息。而我呢，也已经结婚生子，这辈子我生了一儿一女。不过公婆从来不让我操心，他们知道我不会辞职，一直都在为我做好后方保障。我产假休完后，他们就让我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孩子要是有点小病小痛，他们要么自己解决，要么就找孩子的爸爸。孩子的爸爸还抱怨，为什么有事不找孩子妈？婆婆一巴掌拍过去，你是不是孩子的爹？怀孕的时候，你有日夜操劳吗？分娩生产的痛苦，你经历过吗？你什么都没干，就想当现成的爹？当爹还不想承担责任，你说你还是人吗？我老公抱头鼠窜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真不是想推卸责任啊。老婆，你快帮我求求情。你瞧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有些人就是装作看不见，把家务、孩子、教育这些事情总是推给当妈的。我笑嘻嘻地吃着婆婆买的车厘子，和儿子女儿一起给婆婆加油鼓劲。